记得在过去川普曾经也抱怨过说，大家不能占美国的便宜啊，意思是这个我当老大哥，这些所有的这些军费，大家也要一起来努力协助。通常日本在针对我们刚刚讲的协助或者是支出这些防卫的一些相关的经费，特别对于美国的这些经费来讲，到底如何？这部分请教一下老师。主持人提到这个共同对抗侵略从最简化的角度来讲无非是出人出钱。但实际上呢，它是确实比出人出钱要复杂的多。那么下面我就来介绍一下美日军事合作的最新的动态。那今年1月6号、7号，主持人前面提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日本的外相这个林芳正，就是海亚西，还有他的防卫大臣岸信夫，以2+2的形式举行了一个视频会议。就是美日安全咨商委员会会议。那么新确任的美国驻日本大使 Rahm Emanuel 也参加了这个会议。那这个会议呢，主要是讨论美日双方如何具体的为增强防卫能力、遏制中共对台湾的威胁，要采取哪些措施。布林肯在这个2+2会上呢说日本是他和奥斯汀就国防部长上任以后访问的第一个外国。那么1年以后，今年开始的时候，双方又在视频会上见面了。他在会议上表示当日本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发挥互补优势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竞争和创新上超越任何人。那么他提出来的是双方要联合研究包括太空防御能力。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这个2+2会上说呢，他们之间的讨论要包括改变我们的使命和角色，以反映日本为地区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的能力不断增强。他还表示说，美日双方要优化同盟力量的态势，加强威慑。那么日本外相林芳正是说呢，国际社会面临着战略平衡变化，单边胁迫改变现状，滥用不公正压力，威权政权扩张等多方面的根本性挑战。那么实际上刚才提到奥斯汀讲说，随着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当中发挥更大重要的作用，这个美日双方在这种协同防卫当中的角色和使命已经有了新的改变。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日本以往是被动的配合美军，现在变成了主动的和美军合作。所以双方在这个美国和日本人在这个会议结束以后发了个联合声明，指责中国持续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表示呢，必要的时候双方会要在一起应对在台海地区发生的破坏稳定的活动。而且双方强调了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也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那么日本呢，是用比以往更强烈的语言重申，要从根本上加强防御能力，以便加强国防，并为地区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的这样一个决心。那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美日双方在商讨的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目前日本方面披露的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美国、日本要聚集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新兴的防御技术进行合作，包括了应对那个高超音速飞弹。因为传统飞弹的防御能力很难拦截那个高超音速的飞弹。那么这次会谈呢，就讨论一个新的联合研究领域，就是定向能量。具体讲，就是用高度集中的能量来破坏目标，比方说用那个激光武器、雷射武器。那么这项关键技术也可以用来击落无人机和其他的导弹、飞弹。那么日本方面披露的美日具体军事合作的第2项，是要增加对美国和日本设施的联合和共享使用，要包括努力加强日本自卫队在整个西南岛屿群这个地区的态势。那日本这个岛链就是刚才讲西南岛屿群，在日本被称为南西群岛，它是从九州最南端一直延伸到台湾北部。那么它最靠近台湾的是与那国岛，
离台湾的东海岸只有108公里。那么日本讲和美国共享军用设施，其实主要是指的在美军在冲绳现有的美军基地之外，日本自卫队新建的军用设施，美国都要共享。那么据日本媒体这样报道的，说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进展了，所以这一点就是共用设施已经被写入了联合声明。那么日本的日经亚洲Nikkei Asia 他介绍是说呢，共享军用设施是包括共同存储弹药，还有共用跑道。那么据我以前看到的信息呢，资讯就是说，这个共用设施还包括说美军可以用那些靠近台湾的日本岛屿，在那些日本岛屿上，与那国岛还有其他的石垣岛等等，可以美军使用日本自卫队新建的军用设施。那么这样的话，万一共军日本是这样估计的，万一共军发起对台攻击，共军首先会用飞弹攻击打击台湾的军事设施。那么除了国军会反击之外，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也会加入反击。那美军的反制呢，主要是会用到一种精确制导的飞弹。那么精确制导飞弹会在台海这个潜在冲突当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因为它的这个精确制导飞弹的精度不到3米，就是它可以保证说落点在3米范围内，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肯定打到，因此它可以从远距离之外对任何舰船实施精准打击，就是一弹致命，就没有什么舰船能扛住的。那么现在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备战行动呢，已经进展到弹药储备问题了。就是他们现在考虑的是说，第一轮反击之后可能会打光现在在冲绳基地储存的飞弹基数。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在日本西南群岛各个岛屿上储备好足够的备用飞弹。那么日本自己呢，是要加强它的这个飞弹质量，比方讲，它现在有一种12型反舰巡航飞弹，射程原来是200公里，现在要把它扩大到900公里。那么这样的话，它从靠近台湾的日本岛屿上就可以打击进犯高雄、澎湖的中共舰船。所以这个日经亚洲引用美国一个智库叫兰德公司的一个高级政治学家 Jeffrey Hornon 的话讲，说最关键的是精确制导的弹药库存是否位于盟军需要的地方。他说，对于在台海的行动，有必要确保建立储备，不仅仅是支持最初的行动，而且支持随后从美国大陆和夏威夷调到日本去的美国部队。那美国现在军方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东亚地区这个有一些弹药储备不足，包括联合空对地的打击弹药，这个还有就是一种在 B1 就 B1 和 B52 轰炸机上携带的一种4.3米长的飞弹，还有就是远程的反舰这个由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携带的飞弹，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防空瞄准敌方的防空系统一种高级反辐射制导飞弹。美国的国会研究服务处去年6月有一份报告，他说这几种类型的弹药呢，目前的采购量相对比较小，因为他们在高强度冲突下呢，潜在的使用率本来不够大，再就是一旦初始库存用完了以后，更换弹药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所以采购量不大。但是目前呢，就是拜登当局因为削减国防预算，也影响到采购。所以2018年财政年度的时候，美国军方是用46亿美金买了68800枚相关的飞弹弹药。2021年财政年度呢，这个购买的这个金额下降到38亿美金，购买数量降低到39500枚。那么今年2022年财政年度呢，美国今年是打算用31亿美金买16700枚。所以这次美日会谈已经在讨论并且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包括是要重新调动部署现存的各种飞弹的弹药储备到东亚地区。
这是他的第2项讨论内容。第3项就涉及到前面主持人谈的这个，就双方要签署一项新的叫做5年东道国支持框架，这东道国指的是日本，就对美军的支持框架，也就是日本对驻扎在日本的美军的财政援助。那么日本去年12月表示说呢，5年内要把中道国对美军的支持呢增加到1.05万亿日元，就相当于90亿美金。那每年比前5年的支出增加1亿3美金，1.3亿美金。那东京还同时提出了要求，就是华盛顿要把增加的资金分配给联合演习和直接加强日美联盟的努力，而不能像过去那样把这笔钱用来做水电费或者给日本当地的工人的工资。那布林肯表示呢，说这个新框架就是这个5年东道国支持框架，将投入更多资源来深化我们的军事准备和互操作性。